上班上课要做简报，是不是觉得好麻烦？还好现在有超多 AI 工具，可以直接帮你找资料、找图片、画重点，帮你排版，一次就搞定。今天呢，就来跟大家介绍好用又免费的 AI 简报工具。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比较还有实测3款 AI 简报工具，包含非常热门的 Gamma， 还有 Google 的 NotebookLM， 还有 Manus 这3款。那为什么是这3款，然后没有 ChatGPT 或是 Gemini 呢？原因是因为这3款都有配图，而且我觉得它们的效果都很不错哦。那我们现在立刻就来看看吧。首先第一款呢，我们要来讲的是 Gamma。Gamma 呢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功能是还蛮全面的，而且它的免费额度其实就还蛮不错的。那我们现在先按新建。那我们今天呢会以旅游为主题哦，我们3个 AI 用的提示词会一模一样，是这一段。就是只有这一句，就是我请他帮我介绍一下大阪京都7天6夜之旅，然后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提示词，所以他必须要自己去收集资料，然后自己来帮我整理成简报。那现在看到 Gamma 的部分，我们按生成。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提示词贴上去。那这边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它会先让你生成一个大纲。那大纲没问题之后，它才会去真的生成简报。所以在大纲的部分呢，你也可以去修改里面的内容，例如说，你觉得哪一边页面要做调整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去删除文字或者新增文字。然后呢，再往下滑，看到 Gamma 这边，我觉得它最棒的部分呢，就是它在简报的客制化选择是非常多的。例如说，免费版它的主题就已经很多可以选了，主题有非常非常多可以选。就是各种颜色、各种色调，就是随你选。然后呢，在图片来源的部分，它又有非常多的来源哦。那我自己实测之后呢，我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AI 图片这个选项。那在 Gamma 里面，我非常不推荐你去用图库或是网页图片，它出来的效果非常的不好，所以我们就选 AI 图片。就是如果你今天主题是可以接受抽象的图片的话，建议就是选 AI 图片。然后在艺术风格的部分呢，建议是选插图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直接就送出看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Gamma 的成果，马上就看到呢，它的这个风格还有它的图片其实是有相对应，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，就是它的 AI 生成图片呢是非常符合主题，然后它的色调又完全有达到，个人非常的喜欢。然后它在排版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多元化哦，例如说它有这种时间轴，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这种列点式的排版，而且它很强大的就是说，你今天不喜欢这个排版，你可以直接点进去，你可以这边直接按这个更改版面配置，它里面有非常多图表让你选。例如说这种横轴的这种图表呢，它就有非常多款你就直接进来更改就可以了。或者是说你今天里面有一些内容，例如说你想要更改时间好了，那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进行编辑。或者是说这张图片你不是很满意，你也可以直接进来生成，或者是直接上网搜寻图片。它这里面是有很多功能的，就是你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图片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换掉。所以它的功能其实超级全面的，这应该是这3个 AI 工具里面，就是关于简报编辑功能最全面的一个，就是比较明确的有一些东西可以直接选择。然后呢，右边还有这个工具栏，你可以直接插入影片或者是图片，或者是你要插入图表之类的，在这边选择都 OK。好，那我现在按播放呢，它其实是有设计一些动画的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它都自己帮你设计好了，这是一个大加分的点就会让你的简报看起来更活泼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就是如果我们汇出到我们的电脑里面，那它会不会跑掉格式？格式会跑掉呢？在汇出的部分，它也有非常多的类型可以选择，例如说 PDF PowerPoint 什么的。那我们就统一都用 PowerPoint 试看看好了。好的，马上就看到差异就出来了，就是这个字体呢，我们内建程式是没有的。然后看看这些东西，我们可不可以去点击？可以哦。但是我觉得它到我们的电脑上面，它的排版就没有那么好看了。而且汇出之后呢，它这边右下角有一个浮水印，蛮不喜欢的。所以可能如果我自己真的要用的话，我可能会直接在 Gamma 的程式里面就播放。就是我觉得汇出的效果好像不是很好，就所有东西你都要自己另外再调，然后它的字体什么的也都全部跑掉了。你看，像这边就有一些错误的部分，所以虽然它的功能是很全面，但是不建议汇出
你会出的话，可能也要用什么 PDF 之类的。所以这个是 Gamma 的部分，我觉得它的功能还蛮齐全的，而且效果还很不错，就是我觉得很美观。然后编辑功能也非常的强大，它的编辑功能还有绘出功能，可能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3个里面最强的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用看看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不管今天是要自己汇入资料，或者是你给他一句话自己去找资料，我觉得都很不错。只是给他自己找资料，可能他会找错啊，我觉得，所以最好还是自己把资料丢进去比较好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我们要看到 Notebook LM 的部分。Notebook LM 是一个很神奇的 App， 我自己觉得，就是因为 Google 常常新增了一些AI 功能，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都出现在 Notebook LM 里面，就是 Gemini 都还没有这么先进哦，可是 Notebook LM 就是很超前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它非常强大的简报功能。那 Notebook LM 它的使用方式跟一般 AI 有一点不一样，它是需要你自己汇入，或者是让它自己去找资料，那它会有一个资料库，那它全部的内容都是来自于这个资料库的，所以我们要先来建立资料库。那资料库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不用想的那么复杂。它这边呢可以自己去搜寻嘛，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提示词也丢进去，然后这边搜寻的部分我们用 Deep Research。然后让他自己上网去找关于这个旅行的资料，或者是你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呢，你也可以直接丢在这里面，不管它是网址还是影片，任何的格式你都可以丢在这里。那我们就送出。好，那他收集完资料之后呢，他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视窗，就是他会问你要不要汇入20个来源，就是他已经上网找到了20个关于这个旅程的资讯，那我们就可以按汇入。那这边呢就有你的资料库就建立完成了。那建立完成之后呢，中间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开始跟他对话，你就可以问他一些旅行相关的问题，就是任何问题都可以从这个资料库里面去问出来，这样子，它就是一个 AI 啦。然后看到右边的部分呢，就是有很多的工具哦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试用看看这个简报的工具，就是 Slide Deck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个笔，这个笔按下去之后就有更多的设定。那它其实可以选的东西不太多啦，这边你可以选它的形式，你希望是比较详细的这种图卡呢，还是你希望是报告的简报，报告用的简报？那我们选这个试看看。然后下面呢，你可以稍微讲述一下你希望是怎样的简报风格，然后就按 Generate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结果。我跟你讲，这第一张就不得了了。这个第一张我觉得就很惊艳了。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Notebook LM 它制作简报的方法，它全部都是用生成的，就是它不是用编辑的方式一个一个贴上去，然后一个一个在那边缩小剪裁啊什么，它就是一张生成的图片，它每一张简报都是用生成的方式，所以这个文字是不能编辑的。然后包含后面这个很像照片的东西啊，全部都是 AI 图片生成，所以这第一张我觉得就很惊人，因为它例如说它做了这样子一个艺伎剪裁的效果，然后呢它2张图片配的都非常好，所以第一张我觉得就很厉害。接下来看到第2张的部分呢，不用怀疑这些都是 AI 生成图片哦。虽然它真的都有对应到我们讲到的主题，但是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，就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非常的棒，因为你不用担心版权的问题，可是你又有符合主题。但是呢，像这种 AI 生成图片的问题，就在于它的中文字有的时候会有小瑕疵，但是问题也不大啦。只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去跟很正式的场合做简报的话，可能就要考虑一下。而且它这边呢还跟你说2026年哪边进行整修，很贴心欸，然后排版也很不错。好，那我们进到第3章，马上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字体没有一致，看到了吗？它字体差很多欸，然后可能大小也有差哦。但是第3章跟第4章的又一样，好奇怪。但问题是不大啦，只是这样跳过来的时候，从第2章跳到第3章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突兀。那我们看到第3章这边呢，配的图也是很好，然后写字也是很正确。那看到这张我自己很喜欢，就是它会做出这样子有一点渐层的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们平常要做出这种特效要花很久的时间吧。然后像他介绍这个和服摄影啊，很厉害的是它这个是生成的哦，这都是假的照片，但是效果非常好，就排版什么都我觉得都很好看。然后像是这种日期的图表效果也很好。然后后面的我觉得越来越惊人，就是例如说这种地图啊，地图排版很漂亮，然后像食物啊，这个图片都放得非常的好。后面这3张我觉得都很惊人，这个就是一定要用到的 app， 然后它就直接把那个画面展示出来，而且是对的哦，它的画面是对的，然后全部都是他自己生成的，我觉得很厉害，而且这是免费的，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嫌的，就是他就自己抓到正确的资讯，然后自己生成这样子很好看的图片，真的很好玩欸，大家真的赶快去玩玩看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用那个 Threads 还有 Instagram 的图文，现在都用 Notebook LM 做，因为看得出来
就是很精致，然后内容都很丰富。原因就是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就是 AI 自己调配出来的内容，效果就很好。然后像是这种图标啊什么的，然后它的弹性非常的高，就是它的内容很丰富，然后很灵活，不会觉得很呆板。但是呢，就要讲到缺点了。它的缺点就是它不能编辑，完全不能编辑的。它这些东西是完全不能点进去的，就是你要换掉啊什么都不行。然后，例如说它下载好了，它下载就一个 PDF， 当然它格式不会跑掉，可是变成说它基本上是完全不能够编辑的。对，这个就是 Notebook LM 的缺点。所以虽然说它的效果很好，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要拿来在工作上使用的话，还是有一点不方便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我们要来看 Manus。Manus 呢，我们一样就是用一模一样的提示词丢进去，然后看一下它简报做的怎么样。首先看到封面的部分呢是偏简单，然后 Manus 它的图片全部都是网络上真实的照片，就他自己到网络上面去搜寻来的，所以这些不是 AI 生成的图片，然后都是真的当地的照片，然后也都搜对了，真的都是我们要去的这个旅行的图片照片哦。那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基本上比较呆板一点，就是不太会有什么变化。那也是安全牌啦，就是跟刚刚 Notebook LM 比起来，它就显得有一点无聊。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字，或者是删除任何的东西。那 Manus 它很好用的就是它可以直接在这个简报视窗里面去做修改，就是请 AI 帮你做修改，就是在这边直接去跟他说你想要怎么样，就是说我希望这张投影片帮我配个图，或者是下面可以让你直接去改一些格局啊，或者是一些文字上面的修改，或者是增加视觉。就是说我增加视觉看看，哦，它优化完毕之后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增加了一个预算分配，就是好像变得比较精致一点的。所以如果你要编辑的话，它里面是有这样子一个 AI 编辑的功能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你想要怎样改，或者这边呢也可以更换主题。不过更换主题按下去，它可能会要你付费。然后这边右下角还有一个生成讲稿的功能。如果你要上台报告的话呢，这边讲稿直接就帮你写好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因为 Manus 它是扣点制的，那它做每一个简报都是会扣一些点，我们看一下它扣多少。它扣了大约是100-200，其实算是非常少的。就是因为我的连结就可以兑换1000点，所以就大概可以做4个简报，还蛮划算的，大家可以去玩玩看。那 Manus 我觉得它的特点就是它找的照片是真实的照片，然后它的编辑还算 OK。那我们看看它绘出会怎样？我觉得绘出格式会跑掉，这个真的是没办法避掉啊！绘出完毕了，来看一下绘出之后的状态。绘出之后，它的字体就变得很小。我觉得这个就还蛮麻烦的，因为变成你每一张都要自己去调。绘出不太建议。如果你要修改的话，我建议是直接在这里面就直接叫 AI 帮你修改，例如字体就变得很大啊，然后每一页不要那么多字啊之类的。因为 Manus 预设这样生成的简报，我觉得还是偏简单一点啊。就是对于如果你要立刻就用的话，就是1分钟之内生成一个简报立刻就用的话，我觉得效果没有到非常好。只是它的优点就是说，它修改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 AI 讲。或者是它可以直接生成讲稿，这些都是还不错的功能。那总结来说呢，我觉得 Gamma 它的简报功能是还蛮全面的。就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去掌握更多事情，就是例如说你要修改东西，或者是你要自己去换图片什么的，或者是格式什么要切换的话，我觉得 Gamma 是最全面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好看，然后一步到位，网络上你有在经营社群的话，我觉得 Notebook LM 是很不错。就 Notebook LM 它的效果还蛮戏剧性的。然后效果真的很好，它生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很好，它配的图都是对的，然后格式什么的也非常的好看。我觉得 Notebook LM 出来的简报的排版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，就是我觉得是最有美感的一个。只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修改里面的一字一句，然后配的图你也不能修改，你要修改你就要全部重新生成，就是它里面其实还蛮多不可控的东西啦。但是我必须说它的效果是好的，但是就编辑性来说是很不够的。那 Manus 的话呢，我觉得它的强项是它一站式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就它除了做简报之外，它还可以做图表啊、做影片啊、做图片啊，然后做网站什么，全部都可以。就是我觉得就做简报这部分对来说是一个加分项，而且它扣的点其实非常少，就100-200点就给它，就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 OK 这样子。虽然说是偏简单了一点啦，但是因为你也可以自己进去编辑嘛，所以我觉得还 OK。
好，那今天呢3款免费的简报 AI 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款？我觉得每一款都有他们的优点跟缺点，我觉得没有一个东西是完美的。就是如果要我真的用的话，我可能会用 Gamma 吧，或者是 Manus， 因为真的如果要上台去用简报的话，我觉得 Notebook LM 有一点它的编辑性有点太低了，就是不太能自己编辑，除非你今天已经真的规划好你每一页要写什么。那你很明确的跟 Notebook LM 讲说你这一页要放什么东西，那我觉得那样子可以，就是你自己已经规划好内容的话，然后丢给他，我觉得效果会很不错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从无到有的话，我可能会选 Manus 或者是 Gamma 吧。但是 Gamma 自己的搜寻引擎，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及时，对，可能也不是最新资料，所以最好也是自己收集完东西就丢进去。所以以一站式来说，大家可以选 Manus 啦。那大家呢都可以去玩玩看。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还有任何疑问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